来看一下中美的科技角力哦，就连马斯克都有感受啊。他说，如果没有贸易壁垒哦，中国大陆的电动车企将会摧毁大多数的竞争对手啊。所以他是不是也感受到这股竞争的压力？他说，现在中国的电动车是全球最具竞争力的车企，他们非常好。坦率的说，如果没有贸易这个壁垒的话，我认为他应该很多人都不会是他们的对手啦。所以，因为呢，他们现在这个销量就是输给了比亚迪，让特斯拉真的是扎扎实实的感受到中国的这个制造力哦。路透社报道，马斯克的言论反映了现在目前美国电动车巨头哦正面临来自比亚迪等车企哦争相向全球扩张的压力。那电动车的买家现在有理由要略过这个特斯拉了吗？根据美国媒体这个报道，对消费者而言，其实哦，电动车用租的比买的划算啊。那对于特斯拉来说，当然也是一大挑战。那所以这个目前他们面临到就是得要降价嘛，降价才能够抢占市场。所以特斯拉赶紧的推出80万不到的入门电动车款。据传将在2025年要来发表，那这个价格大概是约台币80万元。这个我们刚刚讲的这个80万是台币，这个价格来抢攻入门市场，这的确是蛮低价的。如果台湾能够买到80万的电动车，哇，这是一个破盘价。那再来我们看一下，拜登现在试图要来护航，就是。他说他否决了一项决议，说要避免联邦的经费哦被用来采购中国大陆的电动车车充的设备。他说这个法案呢会无意间使得采购这个中国大陆制的电动设备、电动充电设备哦变得更加的容易。那为什么需要处处防堵呢？因为比亚迪啊，其实来势汹汹哦。他们现在美国媒体讲说，哦，经济学人讲，随着中国电动车的迅速发展呢，其实现在很多西方的企业都已经感受到一股压力啦，战斗当中啊。那时代周刊他们讲，中汽这个比亚迪在上个季度击败了美国人引以为傲的特斯拉，已经现在变成了全球电动车的销售冠军哦，这已经是直接用数字告诉美国，你不要低估中国。因此，美国的一些这种专家、战略顾问，他们讲说，美国如果还没有认清现实哦，还不与中国大陆进行某种形式的合作的话，那么美国将会被时代给抛弃哦。比亚迪的强势来袭啊，包含这个他们已经超越了福斯集团，现在成为中国大陆市场的销售冠军。还据传他们有一个方式啊，就是说，奖励销售，所以他们砸了20亿，大概是台币87亿元哦，给经销商发红包，就说如果你完成销量的目标的这些店啊，将会按每辆在666元的标准进行这个奖励的发放，所以这个比亚迪才能够在市场上面啊快速扩张，占有非常高的市占哦。那现在中美晶片战，其实就连这个美国晶片制造巨头 Intel 的前中国区总经理啊，他都讲说，其实美国现在的处境像是横躺在铁轨上面，试图要阻止中国，但是这只会成为一个减速带，就是你没有办法拦住它，没有办法挡住它，只会减速，而且后果更是让中国大陆变得更加的独立。现在看起来这个预言恐怕要成真了，因为现在美国也好啊，荷兰也好，要限制艾斯摩尔对中国大陆供货，但是呢，最后数据显示出来，其实并没有妨害到这样子的敏感晶片生产设备对于中国大陆的销量的激增哦。那他们现在中国大陆还猛砸了11亿美元进口这些相关的半导体设备，连艾斯摩尔的执行长都讲，其实欧洲的自己晶片都不够哦。那但是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报道都在唱衰说啊，中国大陆你砸那么多钱在做晶片啊，将来会供过于求啊，会这个价格被打坏啊。他说其实不会，他说作为这个世界第2大的经济体，指的是中国大陆啊，还有这个最大的工业国，中国大陆的晶片需求几乎是无底的哦。所以所谓中国过度投资晶片产业的担忧，他说这个是一个错误的预测。那拿出去年的数据，中国大陆的晶片的产量增长了6.9%，现在已经到了3514亿块，所以看出来市场有需求，然后也在加速生产，感觉上面这一场中美的晶片竞争还不知道鹿死谁手呢。首先我们来问一下亮哥怎么看这个整体的中美科技较劲。比亚迪因为它的车款少嘛，那面对中国大陆电动车多样化的发展，坦白讲，竞争力真的是碰到瓶颈啊。因为它去年9月的股价最高点是这个，反正它就是从276跌到182，
这跌得很凶啊，妖股下神坛。去年9月是276最高点嘛，那昨天嘛跌12%，一下跌到182。特斯拉哦，说错了啊。那所以这个就是特斯拉，它就要求它产品的多样化啦，所以他就想说，我是不是推出便宜款？可是我认为特斯拉推出便宜款，大概没有人要买啦。这个实际上有点像苹果嘛，你苹果敢推出低价手机吗？他之前推的那些也卖不动，就卖不动嘛，所以我觉得有点类似啦。因为特斯拉定位是中高级嘛，那你现在搞不过中国大陆的各种多，因为比亚迪是从豪车一直到最便宜的都有哦，而且比亚迪最便宜的是8万人民币，便宜到这种程度，对不对？所以我是觉得蛮困难的啦，哈，那个我讲的是特斯拉啦，那另外就是晶片啊。中国大陆的成熟制程的晶片，可能全球市占率会比预期还要快的成长。因为已经有人在估计了，说搞不好到2025、26，它就会占全球将近29%。这其实是超乎预期了啊。那可能到2030变成40%。哇，很快，2023才7%，是啊，马上到2030到。我这个是总产量，我讲的是成熟晶片。成熟晶片啊，那成熟晶片当然第一个挑战的就是联电，我们台湾有好几家啊，联电、那世界先进、力积电都是啊，所以，可是这个也没有办法，因为它是被逼出来的。那这个可能会产生一种反向的对美国的制约啦，就是说你制约我先进晶片，那我就在全球的市占率，在成熟制成的晶片占一大比例嘛。那事实上大部分的90%的产品都是需要用成熟制成的晶片。对，好，赖老师，我个人是这样认为哈，因为我觉得马斯克的这句讲话其实值得我们去深思了。过去欧美日啊，他们在科技方面领先的时候啊，他们一直主张一定要贸易自由，而且反对贸易壁垒，反对贸易障碍，而且创造了一个学说这个贸易自由有多重要，有道德。你只要设贸易障碍的、贸易壁垒的，多么的不道德啊！那这样的一个方式，就是让我们这些发展中的国家啊，它的发展就受到很多的限制，不管是用智慧财产权也好，或是用这个贸易自由化、关税的这个降低的等等打压的各方面，那么使这些 G7 的国家，他们永远维持他们是汽车王国的这样的一个地位。那因为他们知道这个汽车是太重要了。汽车这个工业占的利润跟工业化体系太重要了，可是今天输了，今天被中国大陆的电动车彻底打趴以后，就开始用国家安全的理由，开始要弄贸易壁垒了。马斯克看得很清楚啊，所以他就是说，你们这些 G7 的这些国家，现在全部都用贸易壁垒的方法去遏制中国的发展，丢脸了。坦白讲，我们就讲丢脸了。当初那个贸易自由的学说讲得多好啊，震天价响，义正辞严。人类间最伟大的就是自由贸易不能够有任何这个贸易壁垒，不能够有任何贸易障碍。哇，讲得多伟大多好啊！301法案对付修理我们台湾啊。那个时候台湾被修理得多惨啊！好像欧美都是站在这个贸易正义的这一方，然后很多人这些很多人就崇拜欧美人，就认为说哇，真的应该要贸易自由化了。好，现在输了，华为输了，5G 输了，就开始用国家安全理由打压华为；比亚迪输了，电动车输了，就用国家安全的理由打压比亚迪，打压这个中国大陆的电动车。坦白说，丢脸啊，丢脸啊，再讲丢脸啊！这个时候贸易自由化都丢在旁边了。我也没有再听到台湾的自由经济学者你在讲贸易自由化都不讲嘞，每个人都永远跟进美国。真是丢脸啊！坦白说，我还是在讲一句，就是丢脸啊。那我这个人就认为说，那今天你输了，你就用国家安全的理由。坦白说，以目前来看的话，你挡不住了。因为贸易自由化已经成为一个趋势了，挡不住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个人是认为，有关于半导体中国现在很多厂正在新建呢，开始投产了以后台湾第一个倒霉。
台湾自己本身要把眼睛睁亮啊，不要再跟着民进党政府走了。好，谢老师。我个人是反对保护主义啊，因为保护主义事实上用你本国的消费者去补贴一个不具竞争力的产业，所以我们台湾买不到对啊，你是想要用保护方式来扶植这个产业，通常这个产业都会不会起来，因为它会被你这个保护给宠坏。对，所以呢，美国现在过去它是反对保护主义，所以美国的企业非常有竞争力，你知道，它都要你开放市场。我自己本身也不保护你的外国产品进来，我跟你竞争，就硬碰硬，你知道？那所以，可是问题现在你看，美国、欧洲都跟他们过去的最教科书的讲法做两反面的事。他用保护的方式，政府的力量来扶植那些产业，这些产业就靠政府就好，他靠自己，他要靠自己嘛，不靠自己啊。没错。所以就变成今天不管是电动车，还有晶片产业，美国政府插手的越深，短期内可以让他们这些产业，美国跟欧洲产业存活一阵子。可是呢，在这个温室里面，它的竞争力跟它的创新力就受到减损了。那反过头来，正好增加了中国大陆产品用更好的品质、更精良的产品来跟你竞争。所以这个一来一往之间我觉得这个胜负已经看得出来了。像这个真正有经验的企业家，像这个 Intel 的这个前中国总裁就讲说，你现在是在躺在铁轨上试图阻止中国它只成为一个减速带。那么事实上，它在帮助中国的产业成为更为独立的。中国大陆为什么美国西方联手起来打不下？因为中国除了本身产品的来摘选了。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紧接着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王毅他一连4天要访问泰国，而且会跟苏利文进行新一轮的会晤他是应了这个泰国副总理兼外长班比的邀请，在1月26到29来访问泰国。那白宫也随即宣布说，苏利文跟王毅会在曼谷来举行2天的会谈苏利文的访问期间是25到27，那预计在26、27这2天会跟王毅见面，双方是要来讨论红海的局势的。那其实这个王毅的行程早就已经定好了，苏利文感觉上面好像是特意安排这样的一个行程去泰国跟王毅碰上一面感觉上面美国是不是很着急？想要提醒中国大陆说，不要忽视红海这一幕其实以前也有类似的情境上演过，就是叶伦他当时本来要出访非洲知道这个刘鹤也是在瑞士这边所以他就特意这个绕道到瑞士这边，在苏黎世这边举行了长达2个半小时的会谈，双方呢就是要讨论这个经济跟金融的问题，加强沟通。那感觉上面也是刻意绕道，就是为着都有一个目的在，他就是要提醒这个中国大陆不要恶化双边的经济那这一次是为着红海而来吗？现在中国外交部证实，王毅将在泰国跟苏利文碰面之后呢，现在双方商定了，将进行这新一轮的会晤。那这属于一个非公开的秘密沟通渠道这也是从去年11月习拜会之后的首次碰面。所以目前这个中美官员他们现在最主要的这个用意，就是在要缓和彼此的紧张这种关系所以有这样的一个高层接触的重启。那另外我们看看拜登现在感觉要跟中国大陆讨救兵嘛，因为现在红海的危机美国似乎压不住那就是不断的希望北京方面是不是可以跟伊朗这边来沟通一下。所以美国的官员讲说，已经请求中方，然后敦促伊朗遏制胡塞袭击红海的商船，但是似乎中方还没有伸出援手所以感觉美国不断在情勒中国那胡塞的首领他们也谴责美国威胁国际航班，要把这个红海变成新的战场。那这个环球社评就讲说，美国你如果是有求于中国，我先教你话要好好说。如果你是要争取中方一起来共同推动红海危机的和平解决，可以好好讲话，不用阴阳怪气犯不着这个样子所以在这件事情上抱怨中国大陆更是莫名其妙。那你其实美国一直在展现出前后不一的形象，要求中方加大斡旋的力道，这其实是无意感受到一种迫切性美国你这是不是要这个霸权的面子？然后呢，但是又很怕这个接下来红海压不住会受影响，赶快再搬救兵请中方一起来帮忙。那现在有2艘载有美国军需品的货轮
在红海这边遭遇就是突袭，然后还折返。胡塞组织说他们有击中其中一艘的美舰，那美军护航之下，赶紧是做了掉头哦，因为现在的确好像压制不住这样红海这边的状况，美国的武力也没有办法压制胡塞组织嘛，所以现在使得这些货轮经济也受到一些影响。华盛顿邮报有提到，拜登将会派这个中央情报局长前往加萨斡旋哦，那伯恩斯近期将会前往欧洲会见以色列这个情报跟特勤局局长，还有埃及的情报总局的局长。那个卡达的首相在进行一个会晤，那希望能够促成以哈来释放人质，也就是替加萨这边赶快是不是能够达成休战协议哦。再来，我们看看叶伦，他提到了红海的危机不会阻碍美国经济朝向期望的目标。他提到说，现在这个危机的确因为没有办法经过新津这边嘛，所以物资啊、船只啊是没有办法安全经过的，所以航运费用会上升，但是不太可能会因此就重创美国的经济。他说，美国经济现在目前看起来通膨有逐渐好转，回落到2%，劳动市场表现也算是稳健了。但是话才刚讲完，我们看美国上周申请失业金的人数还增加了，截至1月20号这当周申请的人数还增加了2.5万人，现在已经高达了21.4万人，这是比起经济专家预估的这个20万人还增加一些所以是不是这个叶伦只是放一个让大家安心的消息，但实际上恐怕不见得是如此，难道是睁眼说瞎话吗？这首先我们来问一下亮哥，亮哥怎么看这个王毅访泰，然后结果苏立文也赶紧去，为着红海嘛？对，这个明显是美国有求于中国啦，因为你要知道苏立文这个级别跟王毅见面，我们知道有一次是在阿拉斯加嘛，那接下来是在奥地利那都是秘而不宣，突然之间就说要见面。对，那上次选在阿拉斯加也好，或者奥地利也好，大概都在中间点那这次他是特别飞到泰国，那泰国刚好是在中东跟亚洲的中间所以给人家感觉应该，我认为不只针对红海啦，可能也针对朝鲜半岛的状况。所以美国是两头烧啦因为你也不知道金正恩要干嘛。最近朝鲜半岛也蛮紧张的。是。那红海坦白说美国要负最大责任因为美国对以色列表面上是在斡旋，可是军事上不断的在帮助以色列，所以全世界都认为他就是基本上就是言行不一啦比如说举例美国也去打伊拉克那也去炸也门然后表面上在说他支持两国方案然后被纳坦雅胡打脸，对不对？纳坦雅胡打脸布林肯，这是很严重的事那你美国为什么要在伊拉克去空袭？因为你炸伊拉克、炸也门，等于就是帮以色列对，这全世界的人都会这样认知啦。所以你在军事上就应该也停止让纳坦雅胡感受到压力可是他并没有这样做他军事上从头到尾直到今天都在帮助以色列不只是去攻击这个伊朗的代理人还有提供军品，不断的提供精准制导的炸弹，以色列源源不绝甚至包括提供经费他帮以色列大概补充了至少超过200亿美元所以我说这种情况没有人会认为你是中立的啦。那既然你不中立，然后也门这个胡塞武装在红海制造事端，它是连接到以色列打加沙嘛那如果加沙没有停止，你叫也门胡塞怎么停止这个因为阿拉伯国家不敢跟以色列动手嘛，结果变成是也门的小小的胡塞武装在动手，制造红海的航运的困扰嘛。是，事实上胡塞武装人数不到2万人大概只有15000人。可是因为它的地形那它也是一个游击队啦，所以美国就不好处理啦。对，因为他如果真的出动地面部队，搞不好会变成第二个阿富汗。因为那地形非常的复杂，它可能会陷在里面所以就是美国拿不出主意嘛，
所以就希望中国出面去劝伊朗啊。可是中国大陆也是一样啊，它也是卡到了加沙战争嘛，就说如果这个东西没有解决，中国有什么正当性出来处理这个事？所以中国大陆上次王毅去埃及，他就讲到这个问题，就是你不攻击民船，可是同时也要处理两国方案嘛。对，他把这两个问题把它连在一起，这样。好，请教介老师。这个就是叶伦跟这个刘鹤见面哈，其实也是很关键性的，因为中国大陆事实上跟美国在这个贸易哈经济上较劲很久的一段时间。那所以就是说，过去哈去年大概中国大陆抛售手上的美债啊，大概连抛了7个月。可是最近资料突然公布啊，在11月的时候，中国大陆对美债开始啊不但不抛，开始买进。11月份买了124亿美元，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蛮重要的指标的。也就是说，是不是中国大陆跟美国在这个经济方面贸易上高层之间已经有一些相互的一种良性的互动已经产生了。那你知道中国大陆最近就是说20大以后的改革组织改造上面，就是把这个过去的金融工作从国务院里面再往它上提到这个党中央里面的成立一个金融事务委员会。那现在刘鹤虽然他本身是没有什么官职可是他影响力应该还是非常的大。然后他跟叶伦之间也有很好的交情。那现在在党里面把这些尤其金融方面的这个决策权拿过去以后那叶伦事实上他是管财政的，他是美国的财政部长，那么就牵涉到美国这个收支平衡那第一个能够阻止掉中国继续的抛售美债，对美国的经济状况就是好。那另外一方面呢，不但不抛售，另外还购买的话，那当然就是对美国一个很大的善意了。那我们看到现在这个情况有一点转可是问题就是说这些经贸上面的一种所谓的就是说不管是给对方更多的这个好处那相对的话，美国也应该会给中国大陆一定的这种好处，可能是在财经上，也可能是在贸易上，也可能是其他地缘政治上的问题。那从这次看这个赖清德、萧美琴这组人当选以后美国拜登总统的第一句话，记者问他第一句话，他说我不支持台独。我觉得这句话背后来讲的话，对他的这个经济价值是非常的大的。也就是说，美国接着你看最近赖清德的整个的最近非常非常的沉默，没有在这个尤其在两岸议题上进行更多的怎么讲一种会造成不确定未来的讲话那么这个后面是不是美国跟中国大陆之间已经有一些密切的联系？那在这个过程中，美国是不是一定要透过很高层的管道告诉中国大陆说，现在他跟赖清德在协调沟通的情况？所以我认为从这点来看的话，也不排除苏立文跟这个王毅这次在泰国见面会不碰触到目前台湾局势的问题。好，请教赖老师。美国作为红海的安全的通道的保护不起作用，美国自己也承认了。昨天有2艘美国的货柜轮是由马士基来帮他们运送的，这个运送到一半的时候遭受到攻击，遭受到攻击虽然没有成功，但是这2个货柜轮马上就掉头就走了，就不再穿越这个红海。那这2个货柜轮是做什么呢？他们是运美国的军品。那也就是说，他们是民船，但是承揽了美国国防部那么的这些军事的物资，也就是武器弹药，那么经由货柜轮要送到以色列去，然后遭受到这个胡塞的攻击，而美国的护卫舰是保护他的。那他掉头一走，就代表说他不确定他在路中会不会再被成功的攻击到，这个代表美国继续在支持以色列对于哈萨对加沙地区的巴勒斯坦进行这个屠杀，进行杀戮。那这个是违反这个整个中东地区还有联合国的这个决议，因为联合国大会的时候决议是以色列不能够再这样杀平民百姓了。但是很明显的，美国继续供应武器。
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美国在国际间事实上是孤立的。美国虽然号称说它有20-20个国家追随它，然后去保护红海的安全，但实际上到最后只剩下它跟英国2个国家而已，其他的国家没有1个国家愿意配合美国。所以胡塞的这次攻击，他已经把打击面限缩到很小，只打击美国、英国、以色列跟海外犹太人所营运的船运公司，跟以色列有关的，那么这4种船舶。那缩小的打击面的时候呢，那这个对美国跟英国的尤其英国的石油他们的产生，还有美国的生产供应链构成了很大的问题。那美国想把这个脏水泼在中国上面，说你都不帮忙，这个红海的通道的安全出了问题，你都不帮忙，你是可以帮忙的，你有能力的，你又是不帮我忙。那中国大陆态度很明白，就是反对对于民船的一个攻击，但是要解决这问题，要从源头上来解决。这源头就是以色列停止对于这个加沙地区的杀戮，那也就是要永续的停火。这个问题解决了，然后胡塞组织攻击红海的问题自然就解决了。所以如果要中国出手，那中国出手，那就是你美国不能够在联合国的安理会再投下否决票，那这个你美国同不同意？那也就是说中国大陆提出和平方案的时候，美国不可以投否决票。那以色列如果不执行的话，那以色列就会受到安理会的制裁。那你美国必须要遵守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那就必须要制裁以色列，你干不干？我觉得在这个部分里面，美国就陷入两难了。一方面，他在国际间被孤立了；二方面，他的行为没有正当性；三方面，他想把这个脏水泼在中国大陆身上的时候，很明显的没有泼成功因为马上就被反打了一场。被反打的时候呢，也凸显出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不如中国大陆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了。所以也就是说，美国自己都承认说，我们跟伊朗说不上话，但中国可以。那我们跟在中东地区里面，我们现在讲话没用，但中国大陆讲话有用。所以也就是说，凸显出以现阶段来说，大陆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超越了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这个对美国人来讲情何以堪？对。那美国的选举马上要到了已经开始，你看川普已经开始在展开了。拜登要连任的话，他如果这个问题再不解决，那他的经济一定会出问题，因为他的生产供应链很多都开始要断了，那么甚至要暂时停工。这一停工对于美国现在的经济状况来说，绝对不是一件好消息，怎么办？那这个时候当然有求于中国嘛。所以王毅到泰国去的时候，那你布林肯就不能摆姿态了嘛，或者是你苏利文你就不能再摆姿态，说我们对等。选择瑞士，选择奥地利这个中间的地方，那这个时候就是我蛮配合你，你到泰国去访问，那我也飞到泰国去跟你见面。可是我个人认为，中国大陆的谈判从来不会只谈一个细节，不会只谈一个事件，它是谈中美关系的定位的问题。那如果你美国跟中国的关系继续要用对抗，那一切的合作可能性都很低。那你除非改变你的态度，那不然的话，所有答应的全部都会停止。我个人倒认为，美国跟中国大陆的谈判，中国大陆会一直守住这个原则，那一直耗到你这个任期结束为止。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轩。马上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国际事务专家赖岳谦，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好。还有前大使谢文吉。翟轩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好，我们来看这个柯文哲是不是听进了亮哥的建议啊？柯文哲现在下军令说，没有团进团出要开除党籍哦。那这个重大的亮哥表示有听到就好，所以我们也放了一个亮哥讲悄悄话的图片哦，就是6天前我就讲啦，对，所以亮哥的先知先发言哦，现在柯文哲听进去了，就说如果没有团进团出就要开除党籍啦，立委的资格都没有哦。亮哥当时的讲法就讲说，民众党没有办法跑票，只要跑票的话，民众党就会开除，其实也没有办法立威啊，就是让这个民众党，你们如果都是一盘散沙，各投各的，那怎么去树立你这一个民众党的一个立威的一个形象哦？那再来我们看一下游锡堃最近很着急哦，不断的突然很高调的一直在上这个电视啊或者是广播的专访哦。那今
今天这个名场面被大家给流传，跟周玉蔻这个在广播节目上面啊，结果一言不合，是不是以讹传讹这句话，双方啊这个爆发口角？我们来听一听。如果有院长没有选上院长，他辞得了的话，那王义川可以当这个不分区委员。OK， 这个跟事实之间有差距。知道那个我没有不是我提出这个问题是民间有人这样讲，所以那个是错误的。OK， 所以你以讹传讹。没有，我还没有讲你以讹传讹，你不要生气呀。我没有以讹传讹院长，我跟你先讲，我问一不到问题，你那么生气干嘛？所以你恼羞成怒。我只是希望你不要以我没有以讹传讹。讹传讹，那个什么叫以讹传讹？因为讨论被认为你恼羞成怒。对他们就这样跳针哦，以讹传讹，讲了74遍哦，所以大家想说，天哪，这个真的，这个周玉蔻是不是也释放出一个讯息，就是他说，如果你没有当上院长，你就辞掉嘛，让王义川递补哦，所以这一番话是不是以讹传讹？那现在我们看看立法院长啊，会不会最后如果真的民众党去支持了游锡堃呢，变成了绿白合的话，游锡堃说他不会拒绝任何颜色的一个选票。但是我们看傅崐萁讲说，这个民进党跟民众党啊，他的评价，我们来听听看他是怎么描述。民进党是聊斋啊，这个民众党真的是8国联军哈，哇，他们这个8个人啊，可以讲16种意见呐，而且呢，通通啊，常常是可能最后一刻啊，又会翻盘哈。我相信啊，这个民众党不会这么早出牌啦。好，所以现在国会龙头之战啊，这个绿委洪申翰就跳出来讲说，就是开酸国民党啊，讲说朱立伦牛鬼蛇神促销方案，买韩国瑜当国会议长就送傅崐萁当总召啊，这真的是国民党送给台湾最澎湃的2024新年贺礼哦，所以就开始又要拉仇恨值哦。那王义川同样也要跳出来讲哦，讲说，劝韩国瑜不要只是想要唱歌喝酒啊，未来的同事振作一点。他说：“你不要只是想着唱歌喝酒打麻将啊，这是不好的示范。未来的同事要振作一点，专业一点哦。”我们也觉得有点奇怪，就是你又没有当立委，你怎么会跟人家当同事的？还是说，以讹传讹这个话就是来自于这里，因为赶快要递补上去嘛，想要去跟这个韩国瑜当同事嘛？那另外我们看一下，现在目前新科立委的研究室出炉了，韩国瑜抽到了谁？原本的研究室呢？竟然是高嘉瑜哦。然后我们听这个阳明哥还讲说，这个研究室好像都不会连任，所以看起来不是很吉利啊。那如果韩国瑜接下来没有当选立法院长的话，恐怕就是要进入这个青岛二馆的3506研究室哦。那同样在二馆的还包含了黄捷跟陈昭姿哦，可能要变成跟他们一起在青岛二馆当邻居嘛。那再来我们对比一下这个韩国瑜其实在最近都有在一些相关的 po 文说，寒流来袭啊，刺骨的寒风，其实很多长辈是不够保暖的，有一些弱势的长辈，他准备了1000件的羽绒衣，希望能够帮助这些需要保暖的长辈们。那可是你看看这个很多这种负面的一些报道，好像要刻意塑造说，这个开票夜没有空理侯友宜的这个什么呛到啊，就是反正不要理侯友宜还大战傅崐萁就说韩国瑜好像妖魔化他，施压朱立伦，然后还密会王金平把韩国瑜写得非常的阴险狡诈，但其实韩国瑜真正在忙的是在关注老人家有没有保暖所以现在开始有一种污名化韩国瑜，开始拉开这种战局烟硝味嘛。另外国民党团的总召之争傅崐萁现在都把自己跟韩国瑜绑在一块，他说他自己从头到尾就是要选立法院长的，就是讲这个韩国瑜那后来因为这个大选氛围就是朱立伦拜托韩接不分区第一，那去年8月他跟韩商量之后，韩原则上不接，因此鼓励他去选院长，彼此的沟通也都很顺畅。那现在他说这个韩国瑜跟他是多年好兄弟这10几20年来他们都并肩作战，很了解他，未来韩院长跟这个副总召，我们一定可以强力压制民进党，把所有的弊案全部都掀起来，掀出来，把国会的改革一次彻底的完成只是说这样子绑着韩国瑜，目前韩国瑜也不太可能表态。那因为还
还有这个赖士葆也要寻求这个党团总召的这个连任嘛。那他说希望党呢跟韩江呢不要介入，他说他自己会全力争取2个人来个君子之争呐。那看看到底最后能够谁拿下这个党团总召的位置呢？那朱立伦也提到，他说不会有任何意见，就是党团自主协调一下吧。他说这个党团干部其实都是轮流当的，协调一下，不是今年当就是明年当啊。所以他自己本身国民党内部总召是谁来当，恐怕还有需要协调的空间哦。那首先我们来问一下亮哥怎么看这个柯文哲听你的话了呀？不是啦，这个小党严守党纪是生存的基本之道啦。这个哪里是什么意见？人家柯文哲157早就想到了，对不对？不过你可以看到啊，民进党不断的在黑韩国瑜啊，是在讲给民众党听的啦。因为民众党那8席不分区啊，我算了算，大概有6个，至少有6个是绿底的啦。所以他们等于就是在向他喊话了，说啊，韩国瑜这样你投得下去？你知道吧？所以我说柯文哲在这个时候就是要下军令状啊，你现在是民众党，不管你的来源是绿或蓝啊，你这个时候要树立你的党的路线嘛，管你是从哪里来的，对不对？因为民众党本来就有来自绿的，有来自蓝的啊。可是你一旦到民众党，你就要用民众党的思考嘛。所以第一个就是要杜绝民进党那种喊话啦，或者是抹黑韩国瑜啦啊。对，因为这种招数真的是烂招啦，说实在啊，因为国民党也没有去抹黑游锡堃啊，对不对？那你民进党到底在干嘛？哦，我真的没有看过这样在选立法院正副院长的啦。所以这个就意味着民进党真的非常的担心他没有选赢院长，因为赖清德大概也下军令状了啦，就是行政立法都要抢啊，他已经预期到立法院如果院长没拿到，那未来执政会有困境，所以才会用这样的策略嘛。事实上不只是洪胜汉在讲，王义川在讲，所有的绿营的政论节目也都在讲啊。那请问你是播给谁看的？你民进党的票又不会跑票，所以显然就是在播给民众党看的嘛。所以这个时候就是柯文哲要拿出党主席的权威啦，不然那8个不分区里面有6个是绿底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民众党自己要考虑的问题啦。就是我认为韩国瑜很有可能会在投票前夕去拜访柯文哲啦，因为他们2个真的是有一些交情啊。那这个当然就是大家都要努力到最后一刻了啊。不过这个周玉蔻事实上民进党内部有一股很大的力量在支持王义川。真的啊，真的是这样。我跟你讲啊，事实上深绿的人普遍认为这次选举赖清德最后赢的3大关键啊，第一个是蔡英文。因为包括在路上啦，还有萧美琴啊，这个都是蔡英文去促成的。那第二个就是王义川，因为赖清德几乎都没招啊。那地方在辅选的就是抢救王义川大兵啊，人家还真的有一点作用呢。那第3个很不幸啊，叫做马英九啦。相信习近平。我也是卫星的。不是，是相信习近平是。因为赵少康他跟我讲，他说国家警报加上相信习近平，民进党在南部的民调大概增加4%。那当然是因为有相信习近平，才让那个事情产生了化学变化。所以王义川是很多人感激的啦，而且他又不是新潮流，所以这个就使得非新系就更集结了，就觉得说，哎呀，你要给人家一点交代吧，那这个，所以周玉蔻才会说啊，哎呀，你们都是正国会啊，那个游锡堃你如果没选上你就让位吧。周玉蔻可能忘了，他前面还有一个王正旭。不过这个赖清德很容易处理啦，他只要找一个人入阁，王义川就上去了。这个声音真的蛮大的，我说实在话，就是这个你听起来可能会觉得匪夷所思。对啊，那可是我们是正常的吗？我就跟你讲，有2个因素造成这个现象，一个就是王义川是非新系那第二个就是
他在全国辅选真的有发生一些作用。就很多人就是因为赖清德站台没有票啊，赖清德只有大概30几的民调嘛，那我不知道为什么了，反正他那个人就很好笑，很好玩，就构成了助选的一个主力啦。这个跟当年于天有点像啊，很多人也很感谢于天啊，于天那个时候也全国助奖啊。我只是在跟你讲啊，就是那当然这里面有新系跟非新系的矛盾啦，那就会觉得说，应该要让他上来。好，不过这个当然对游锡堃来讲是一个，其实他跟韩国瑜都有类似的问题啦。如果你没有选上院长，你就变成阳春立委，那会不会很尴尬？对不对？比如说王院长也有一阵子不是院长，那他在立法院开议真的是有点尴尬，他就坐在最后面，这样也不讲话啊，会有点尴尬啦。所以这个时候可能要个人做出一些决定，这样。好，来问介老师。我觉得这个周玉蔻跟这个游锡堃啊，真的这种事，在那边这种表现啊，这个传到世界上会蛮好笑的。一个还是立法院院长这立法院院长事实上的话，他是等于说还现任呢，怎么会为这种事情就当面就反目呢？那这就是风度的问题啦。所以台湾的政治文化真的是很恶质啊！我觉得你看那个这一件事是可以讨论的，对不对？那你基本上你游锡堃，你如果说你觉得不妥的话，你自己上，你可以为自己辩护一下嘛。就以讹传讹讲的74真的是很丑陋的一面啊！台湾的政治文化从这2位身上真的就看出来了他的那一面，而且这是主要是民进党的政治文化。对，这真的是我真的看了有点叹为观止啊！希望不要传出国外，真的，人家为他们2个的身份，尤其那个立法院现任议长这种表现，会让人家对台湾越来越看不起，真的是这样子。那现在就是说，我觉得民众党终于有一个人还可以讲一句话，还听起来他这个党看起来还有一个基本的规范啊，就是说投票团进团出。你知道，在美国任何的这个投票都是要团进团出的，国会。只有一个原因，你可以不照党编的规定来投票。在美国民主共和党投票，全部都要听党编的，所以美国其实议员其实某种程度蛮好干的。然后他这个，因为他很忙，他今天一坐下来要投票，对不对？党编就已经告诉所有他的下面的这些那些国会议员的这个办公室主任，今天的投票第一个提案，你是赞成、弃权还是反对，全部要这样投。就是个投票机器，这个才叫政党政治。你怎么能开放这个什么投所有的党员自己投呢？那你要这党团干嘛？你还成什么党呢？那美国的议员只有一种方式，他可以他说我这个办法我没办法跟着党的意见投，他是允许的。可是你要证明，如果你这一票这样子照党的意见投下去的话，会造成你下次在你的选区选举的时候会选不上的话。就可以特别开立，让你不照党的这个指示投票，其他100%要照党的意思投票。所以柯 P 真的稍微，我觉得应该有人提点他了。这么重要的事，你开放投票，不团进团出，还可以随便跑票的话，就是我们亮哥你这个党基本上就是说还没踏出去就垮掉一半。我就是党内有人在酝酿支持游锡堃嘛。对啊，我知道。那其实现在以柯 P 的选择的话，我觉得看起来应该是呼之欲出啦，应该他会支持谁，应该就很清楚了。那他可能还是要做一个明白的反对党。要不然你就变成执政党，你就变成你这个党很快就跟什么台联啊什么通通像这次什么现在时代力量没有啦，你就被收编啦。所以我觉得柯 P 终于展现出了他一点点政治的进步了这个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那这样子的话，未来的话就是说在国会的话，我们这个国家还会有一点希望，就起码对于长期这样子把所有的这个制衡的力量通通把它消灭以后的一个证据拉回来一点点进步，就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立法院可以制衡。
那我看了那个昨天的时候，礼拜4的时候啊，那各大报的第一条已经说了，那国民党已经接受民众党的那个4个改革国会的方案了哈。我觉得这个就是给国会很大的权力了，以后真的国会哈，就真正手上的工具来制衡民进党的这个滥权跟暴政啊，应该是会有比较好的发展。好，赖老师，民众党是关键少数，可以起很大的作用，但是也可以毫无作用啊。民众党要通过的法案，如果没有任何一个大党支持，他任何法案也通过不了。那当然，任何大党要通过法案，到最后的时候还是需要民众党的支持才能够通过。所以我们一直在强调，它是关键少数，可以起很大作用，也可以完全没有作用。所以有时候不要把自己膨胀得太高。但是民众党如果要发展，他就必须要让立法院跟行政院能够相互制衡。如果他没有办法让立法院跟行政院相互制衡，他这个关键的少数党其实意义也就不大了。所以如果从这样的一个趋势跟结构来分析的话，民众党基本上没有理由票投给这个游锡堃，给民进党完全没有理由。那即使他们个人的这些不分区的立委，他有个人的偏好或者是厌恶感，例如说他们更不希望投给某一个党的某一个人，那是个人的问题。但是问题就在于以民众党的发展跟未来来说的话，他们知道现实的厉害在哪里，所以制衡是一定要发生的事情。可是问题就在于民众党，我的判断是他们也没有必要去帮任何一个党背锅，或者是帮任何一个党去背书。所以理论上讲，他们到第2轮，因为我个人认为第1轮基本上不会产生结果，那应该是在第2轮。第2轮的时候团进团出，也不需要亮票，因为根本没有投，那就不用亮票了。所以柯文哲说我们会用我们的方法让大家知道，那就都不去投票嘛，那就大家都知道没有人去投了。那这个时候就回到国民党跟民进党之间的厮杀了。那国民党如果在这一次打败仗，他就是世纪超级大烂党，大家就认定了这个就是世纪超级大烂党，大家也就不要再对于他有任何期待了。我觉得那就是国民党自己要负历史的责任。可是我相信国民党不会烂到这种程度，以理论上讲还是理论上讲，原则上讲不会烂到这个程度。可是如果果真烂到这个程度，那我们只能够每看到国民党一次的朋友就嘲笑他们一次就这样一直嘲笑下去。反正这个党总是要归于历史的烟灰不尽这个是他们自己决定。游锡堃很明显的，他知道他的立法院院长的位置不保了，但是他退而求其次，还是要立法委员的身份，所以他就不让周一蔻问他他拒绝回答所以他就死皮赖脸的跟你扯70几次就是我就是以讹传讹，以讹传讹，意思也就是我没有要辞掉立委我即使没选上院长，我还是要当立委这个就是游锡堃，棒棒。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